你好，本次课我们继续讲替换密码。这次课主要讲以下两方面内容，分别是维吉尼亚密码和弗纳姆密码。上一讲中我们学习了凯撒密码和单表替换密码。凯撒密钥空间太小，抗不住穷举攻击。单表替换的密钥空间有26的阶层，却因为字母统计规律被破解。那么如何去抵抗出这种频率的分析呢？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加密，明文和密文是一一对应的，同一明文对应同一密文，掩饰不了字母频率问题。换一种思路，如果同样的明文字母，这次替换为 F， 下次替换为 Z， 再下次替换为 M， 那么明文密文并非一一对应，是不是就能抗住频率分析了呢？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多表代换。其中最知名的是维吉尼亚密码，它在1858年由法国人维吉尼亚提出。维吉尼亚密码是基于串的替换密码，密钥是由多于一个的字符串所组成的。如果密钥长度为 M， 那么明文串就被分成 M 个字段的小段，也就是每一个段都是 M 个字符的串，我们称之为是密钥字。维吉尼亚密码一次加密 M 个明文字母。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，明文串是 The butcher, the baker, and the cooker。那么密钥串呢是 Big， 即 M 等于3。这个密钥串的数字表示为1、8、6，然后和明文串的每个字符模26加。密文串是 UPK 开头的这样一串字符串。这个过程中，由于密钥字比明文短，就要重复书写密钥字，以得到与明文字等长的密钥序列。密钥串用完，再从头开始，使用第一个密钥字母进行加密，密钥是循环使用的。经过这样的计算，我们发现明文和密文并不是一一对应了，它将不同位置的字母进行不同的加密。明文字母 T 可能被替换成 U， 也可能替换成 Z 或者 B， 而密文字母 S 呢，可以替换成明文的 R， 也可以替换为明文的 K， 字母出现频率信息就被隐藏了。那么维吉尼亚密码的密钥空间是多大呢？26的 M 次方。即使 M 很小，穷举攻击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那么如何去破译呢？当明文跨不止一跨，我们需要重复使用密钥。如果密文足够长，那可能会出现大量重复的密文序列出现。通过计算重复密文序列间距的公因子，分析者可以猜出密钥的长度。例子中可以看出 The 和 The 都会被编码为 UPK。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The 是排在第一个 T 后面第21个字母，而3字密钥 Big 会在重复7次之后又回到了最开始。如果加密文字 UPK 出现了2次，第一个 U 到下一个 U 就相差21个字母，那么分析者就可以推断出密钥的长度是21的整除数，密钥有可能是3721。如果获得了足够多的线索，解密者就可以知道密钥的确切长度。一旦他知道了密钥长度，就可以对加密信息进行日常频率的分析。多表代换的实质呢是多张表的单表代换，因此如果能猜出 M 是多少就简单了。我们将 M 等于1、2、3依次拆分，最终就可以把多表拆成一个个单表。那么被破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维吉尼亚密码是以一位代换为基础的周期代换，密钥取自英文单词的句子，统计特性与明文相同，能够统计分析，密钥的长度很容易猜测。那么如果让 M 尽量大，使密钥与消息本身一样长，这就能产生一个极大的密钥空间。如果还要求密钥只能使用1次，就比仅有较大密钥空间的密码还要强。这就是一次一密的密码思想。1917年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弗纳姆发明了弗纳姆密码。它的原理是这样的：假定消息是长为 n 的比特串，那么密钥也是长为 n 的比特串。它是基于二进制运算而非字母的。这里表示随机均匀的选取 K， 一次加密1比特，通过将每个消息比特和相应的密钥比特进行比特议会运算
来得到密文串，表达是如下：Pi 为明文的第 i 个二进制位 ，Ki 为密钥的第 i 个二进制位 ，Ci 为密文的第 i 个二进制位。那么这个运算符呢，表示异或。因为异或是摩尔加，所以减法等于加法，解密只需要将密文和密钥按位摩尔相加，做一次异或就可以得到明文。弗纳姆密码是替换密码的特例，如果密钥只使用一次，那么弗纳姆密码就是一次一密的加密体制。面对带破译的密文，攻击者可以找到很多个与密文等长的密钥，使得破译出的明文符合语法结构的要求，但是攻击者很难在这些可能的密钥中找到真正的密钥，因为密钥只使用一次，攻击者无法再去验证，安全性相对来讲很高。一次一密的安全性取决于密钥的随机性，如果密钥的字符流是真正的随机的，那么构成密文字符也是真正随机的。因此分析者没有任何攻击密文的模式和规则可用。理论上，我们似乎不再需要寻找密码了。一次一密提供了完全的安全性，但是因为要产生和消息一样长度的密钥，每发送一条消息都要提供发送方和接收方等长度的密钥，因此存在庞大的密钥分配问题。基于这些原因呢，一次一密更适用于安全性很高的低带宽信道。不过，逐位异或与其他的密码相比呢，在电子电路上更容易实现，被广泛应用在现代单钥加密算法的设计中。本次课我们学了替换密码里的维吉尼亚密码和弗纳姆密码，其中维吉尼亚密码因为密钥字循环使用，所以很容易被频度分析。那么我们提出了将密钥字和明文长度一样长的弗纳姆密码。这是本次课的替换密码内容。下节课呢，我们将给大家去讲置换密码。本次课结束，谢谢。